当地时间2月27号，在美国大选中至关重要的摇摆州密歇根州，美国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分别赢得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党内初选，但美国舆论仍认为两人的选情不乐观。另一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可能将从3月2号开始面临部分关门。尽管危机在即，但两党仍然在有关乌克兰和边境问题上各说各话，不肯妥协。近日，美国总统拜登在位于马里兰州的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进行了年度常规体检后，白宫于2月28号公布了结果，称拜登是一位健康强健的81岁老人。在体检后的采访中，拜登还开玩笑说，医生夸赞他看上去太年轻了。拜登的医生奥康纳在新闻稿中表示，拜登仍适合履行职责。虽然拜登的步态仍然僵硬，但自去年以来并未恶化，关节炎仍然是中度至重度水平，但没有到神经根受压严重，需要特殊治疗的程度。出生于1942年的拜登今年将满82岁，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如若竞选连任成功，他将以86岁高龄完成第2任期。虽然白宫公布了他的年度体检结果，但美国媒体对此不满意，指出没有涉及选民最为关注的认知能力方面的情况。The president doesn't need a cognitive test. That is not my assessment. That is not my assessment. That is the assessment of the president's doctor. That is also the assessment of the neurologist. He passes a cognitive test every day. 实际上，从上一次美国大选期间，美国舆论就高度关注所谓瞌睡桥的问题，现在进而演变成要求彻查拜登的认知能力现状。有媒体指出，虽然以一个80旬高龄的老人来说，拜登是健康的，但作为总统，他显然在认知方面多次出状况。近期，他就好几次在公开讲话中混淆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包括混淆了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与已经去世的前总统密特朗，甚至连美国人都搞错。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还在报道中强调，除了认知，拜登可能还受到关节炎的困扰，指出拜登多次在登上空军1号专机舷梯时跌倒对老年人来说是相当严重的事件。据美国轴线新闻网去年的独家爆料，为备战大选，拜登团队甚至为他制定了一个确保不会跌倒的关键计划。这个计划很简单，就是制定了一个缩短版本的空军1号专用登机舷梯。其实，拜登的劲敌特朗普也仅比他小4岁，但特朗普多次在选举造势活动中讽刺拜登太老，并模仿拜登下舞台迷路的样子。There's a stair right there, right? Then he starts. The Secret Service always runs up, grabs him, and leads him off. 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11秒的视频，讽刺美国总统拜登年龄太大，不适合参加总统选举。视频以美国一家名为“天使来访”养老院的广告为背景音乐。视频中，拜登在美国国会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搀扶下，最终走进了这家养老机构。拜登则在2月27号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老牌脱口秀节目《深夜秀》上，也对特朗普的记忆力反唇相讥。How do you address that concern going forward as you come up to the 2024 election? Number one, you got to take a look at the other guy. He's about as old as I am, but he can't remember his wife's name. Yeah. And, number one. Number two, it's about how old your ideas are. Look, I mean, this is a guy who wants to take us back. He wants to take us back on Roe v. Wade. He wants to take us back on a whole range of issues that are 50, 60 years they've been solid American positions. 拜登还顺势抨击了特朗普此前威胁欠费的北约盟友的言论，称不少北约国家领导人怕得要死。I've known every major foreign leader for the longest time, and I know all these guys extremely well. They're scared to death what it means for them.
尽管拜登和特朗普都因年龄问题遭到质疑，但两人在2月27号的密歇根州初选中，双双再次以大比例领先上分。位于美国铁锈地带的密歇根州，历来是大选关键的摇摆州，也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党内初选。拜登在初选前强调，密歇根州将是决定美国2024年总统选举结果的5个州之一。特朗普则对支持者表示，赢了密歇根相当于满盘皆赢。在过去2次大选中，密歇根州在决定初选和大选结果方面发挥了关键一战的作用。在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在密歇根州击败希拉里，为其走进白宫铺平了道路。2020年，拜登又在这一州险胜特朗普，成功入主白宫。但美联社报道指出拜登的隐忧，认为密歇根州初选是对拜登选情的一次严峻考验，尤其是不少选民拒绝表态，这显示不少民主党选民无法苟同拜登政府处理巴以冲突的政策。The headline is an overwhelming victory for Joe Biden here, around 80% of the vote. But that question of uncommitted, we were talking about some very particular places. Number one, places with large Arab American populations, large Muslim American populations. And then number two, we've seen all sorts of activism on college campuses against Joe Biden's Israel-Hamas policy. So此外，拜登的非洲裔选民支持率仍在快速流失。The black community are waking up. We can make our own choices, our own decisions, and that's what I love about Donald Trump. He let us make our own decisions. 在历届美国大选中，近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任何一名共和党籍的美国总统在南卡罗来纳州获得超过12%的非裔选民的支持。2020年，特朗普在该州的非裔支持率仅为8%。前不久在南卡举行的共和党初选中，特朗普击败了主场作战的黑利，以60%的支持率获胜，其中就不乏非裔选民的支持。特朗普的竞选之路其实更加不顺利，除了黑利不愿退出党内初选，带动共和党左翼的反对声浪之外，他还官司缠身。除了近期被罚款3.55亿美元，他还在伊利诺伊州、科罗拉多州和缅因州等3个蓝州因涉入2021年国会骚乱而被禁止参选。但也有好消息，美国最高法院2月28号宣布，将于4月开庭审理特朗普涉密谋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一案中是否享有刑事豁免权。这意味着该案可能被拖延至大选以后。2月初，地方法院裁定特朗普不享有豁免权，可被刑事起诉。他随即上诉到最高法院。分析认为，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整体策略是拖延时间，最好将案件拖到选举后，寻求赢得第2任期，以赦免自己，或通过任命亲信为司法部长来放弃对他的指控。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国会两党上个月通过的一项短期支出法案的到期时间计算，联邦政府可能从3月2号开始面临部分关门。当地时间2月27号，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和4名国会领导人就紧急安全支出法案召开会议，商讨为乌克兰提供额外支持，并避免政府部分关门的相关支出。尽管危机在即，但两党仍然在有关乌克兰和边境问题上各说各话，不肯妥协。当天，五角大楼敦促国会尽快通过国防拨款法案。五角大楼发言人称，拨款法案的缺乏严重阻碍了国防部有效履行职责。美国民众同样不满国会的工作。当地时间2月27号，国际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人对国会处理工作方式的认可度已降至2015年以来的最低点。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016名美国成年人中，只有12%的受访者认可国会处理工作的方式。